就已经没有来到香港了。自从疫情过后呢，已经整整3-4年没有来香港了。之前呢，还蛮常来这边，甚至我的台胞证是可以直接在香港快速通关的。不过呢，我的台胞证现在已经过期了，不知道还可不可以使用。那不冒险了，我就直接申请了一张港签而已。那这张港签呢是可以出入香港2次的，所以如果你要来香港的话，也没有台胞证的人，可以直接办港签就好，是免费的。我这次没有要进大陆，所以就没有去延长我的台胞证了。这次来香港这一趟呢，主要是要去芬兰的驻香港使馆办一下工作签证。在台湾呢，芬兰的使馆它是没有做签证服务的，只有做商务服务而已。所以如果你要办工作签证的话，台湾人都是要到香港这边去办理的。那我这次来香港呢，是搭香港快捷航空过来的，是香港这边的联航。如果是从高雄出发飞往香港的话，是非常的便宜，单趟呢只需要2000多块。那如果你是要从香港飞回高雄的话，这就很奇妙了哦。整个香港快捷一直到1个礼拜后，甚至是10天后，全部都是飞高雄客满的状态。那飞台中、飞台北都有，不过价位就有点高。我看一下，如果飞高雄的话，不是搭快捷回去，只是搭华航啊、国泰啊这些不是廉价航空的，至少都要1万多块，单趟1万多。那如果你是要搭到台北啊、高雄啊，可以搭快捷也好、国泰也好、香港航空、华航这些都有。那大概就是在8000左右。如果是直接买来回票呢，高雄的话大概要1万1。那如果你是高雄进台中回的话，大概1万出。如果你是高雄飞，然后台北回来的话，大概是可以到8000多。后来我就找了一找，找了非常的久，甚至有一个奇妙的事情，就是如果你是高雄进出的话，回来的时候，香港先飞越南，像是河内啊、胡志明啊、富国岛都可以，然后再飞回高雄。这样的话也是只要7-8千块，你还可以多捡了一个越南，去越南吃河粉啊，玩一下。如果你只是要直接从香港这样直接进出来回高雄的话，非常的贵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后来我是有找到了一个最便宜的机票，那就是从澳门回去的。那我也会带大家我这一趟的整个行程，就是从高雄飞香港，然后回去的时候从香港啊走港珠澳大桥过去澳门，然后从澳门回高雄。这样的话只要6000块而已，整整便宜了1倍的价钱。要去入境了，坐一下他们的机场接驳捷运了。我觉得在香港的机场这边非常的方便，他们有这个 transfer desk 转机柜台。如果呢你是在香港转机的话，即使你是没有拿到第2段的票，你也不需要入境香港，可以直接走进转机柜台，直接在转机大厅呢就可以直接拿你的第2段票，非常的方便。不像一般的国家，像泰国啊、越南啊，如果你只是在当地转机，你也拿不到第2段票的情况下，只能先入境，还要办个签证，然后才可以再出境。在香港这边就不需要走这个程序。因为这次我是用港签入境的，所以也要写一下入境卡。现在已经正式的入境香港了，我们要直接通往中环，从机场出来呢，搭车搭到青衣，然后再从青衣转捷运过去中环，这样是比较省钱一点啊，就是走这个机场的快捷。现在已经抵达了香港站了，我
们要从G 号出口置地广场这边出去。这里就是捷运站出口，往左边走出来的这条是必打街。看一下这个人潮，这么多人。再继续往左转走一次，这边呢就是我们要去的了。现在走了这条非常古老的一首歌，罗大佑唱的。皇后大道西，有皇后大道东，皇后大道东准皇后大道中。这条呢就是皇后大道中。香港的计程车非常的传统，一样都是以前的这种四四方方造型的，完全没有变过。这就是香港计程车的标志，老式 Toyota 的车。不要看它这么老旧了，它里面的后座是非常的宽敞，真的是还蛮适合来载客的。到雪场街右边的这栋商办，这里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了。驻香港芬兰使馆的地方，还蛮多的大使馆都在这边的。我刚才查了一下，也有看到西班牙的使馆啊，各个使馆都有。这边的地址呢是16号，所以好像是要走到后方去。从后面的入口进来呢，到10楼就是芬兰的使馆的位置了。我刚刚已经去完了芬兰的驻香港使馆，说真的还蛮快速的。我的预约的时间是2点，不到2点的时候就已经进去了。然后我结束的时间是2点8分，非常的迅速。那里面他就是问我为什么这次要到芬兰啊？那我这次来香港这边是要申办什么证件？那我是主要是要去工作的嘛，需要申请一下第一次入境芬兰的这个居留证，了解一下怎么找到工作的啊，然后我的工作内容性质大概是什么，就只是简单的问一下而已。我带过来的文件也就只有我的工作的合约、护照、身份证以及护照专用的照片，只需要这些简单的资料而已。问完了这些之后，再做一些指纹的采集，差不多就这样而已。今天结束之后，我的资料就会被送往移民局去。那移民局那边大概是在1到2个月的时候会有答案，到底我的工作签证有没有审批下来。明天就带大家怎么从香港到澳门，然后从澳门搭飞机回台湾。现在已经是隔天了，前往澳门的路上。在香港呢，只要是这种机场快线的，像是 A10啊、A20、A21，都是可以直接坐巴士到香港的口岸，就是要通往港珠澳大桥的地方。之前有试过坐船过去澳门，这次来体验一下坐巴士直接过去澳门。机场快线的巴士呢，只要34港币。比起如果是搭机场出来的捷运快线是便宜很多，但是当然了，你的时间上的考量也是多了1倍的时间。从香港市区来到了口岸这边，大概搭了1个小时的巴士。其实香港口岸呢，它就是在机场旁边而已，难怪它是同一条巴士的线路。来到这边之后，一样是要过海关了。还蛮容易的，记得出境香港的时候，当初入境的那一张卡一定要留着。出境的时候还会要看一下，过了海关呢，就可以过来买票，直接前往澳门了。从香港口岸坐巴士到澳门呢是65港币，一样是可以使用八达通支付的，加上刚刚的是33港币，大概就是100港币。不知道有没有比坐船还要便宜？不过我知道，如果是从香港直接搭机场快速的捷运，一次就要90还是100。这个呢是要前往澳门的巴士了，看看大概多久的时间会到达澳门。我已经进入了澳门了。来澳门呢，我们是不需要任何的签证，只需要拿着护照就可以直接进来了。说真的，澳门这边的通关更快了。
比香港快很多。看一下要怎么坐巴士到澳门的市中心去吧。娱乐场巴士，然后这种的要快去市中心。从口岸那边呢，选择这个赌场的巴士，这里就可以选择看你想要去哪一个赌场。到处都是在赌场外面的接驳巴士，全部都是可以载我们到机场或者是码头的。我们现在就要搭机回台湾喽。在澳门呢，交通就是非常的方便。那现在已经来到了机场，已经拿到机票了。看一下现在在澳门的机场里面，他们的机场的规模就跟香港比起来差很多。在澳门这边小小的一个而已，现在已经完成出境了，准备要回去了。那这一趟的行程呢，我是买从高雄飞香港，然后回来的时候是从澳门回高雄，这样买的话，整整可以省了1倍的价钱。所以大家如果有要从高雄出发的朋友，可以先比较一下，多看看几种走法，说不定你也可以找到比较便宜的这种走法。现在已经回到高雄了，2天1夜的快闪港澳两地，在这边做个结尾啦。希望有帮助到大家，让大家可以找到自己比较合适又便宜的机票。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，麻烦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日后会有更多有趣好玩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哦。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. Bye bye.